是啊，赛前直接转身后单，给我瞄准了打，要出去了，飞机，手机啊，当心不要打后脑。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让新疆小伙如此暴怒地往死里打？只因美国选手太嚣张，赛前不仅恶意推搡，还骂骂咧咧地嘲讽中国功夫不堪一击。脾气暴躁的阿合江坚决忍不了，飞身一脚直接踹在老外的身上。然而，即使现场的工作人员拼命阻拦，美国这家伙却依然不肯善罢甘休，居然再次指着中国小伙的鼻子使劲咒骂，扬言中国人都是一群弱小的蝼蚁，他一拳就能轻松打死10个。比赛还未开始，两人就已经剑拔弩张，险些当场打起来。那如果到了擂台上，绝对会有一个人被打躺时匆忙抢救时，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年轻气盛的阿合江二话不说，一记转身后摆，直接踹飞老外数米远。从这一脚就能看出来新疆小伙有着多大的怒气。赛前美国选手的所作所为和狂妄发言，无疑是在坟头蹦迪。反观此时被压制在身下的乔瓦尼，表现得非常狼狈。可能他怎么都想不到，中国小伙居然会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威力。看来阿合江在赛前就制定好了暴揍美国狂人的针对性战术。这毕竟是在中国的擂台上进行的一场比赛，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国选手肆意侮辱挑衅？单手围住了，这裁判没有叫停，要推回去了，对，直接把两人推回去。他可以逃掉了，趁这个，抓围绳了，被裁判打手警告。裁判打手警告了，你抓围绳没用，你要抓对手的手啊才能逃啊。这边是谁牙套掉了吗？搞不好要成了，好，在勒牙床了。对，这边是勒在了下巴上，并没有完成这个裸脚。乔瓦尼现在使用这个规则边缘的一些技术啊，来防止对手对他进行进攻。作为来华踢馆的外国选手，能被欺负成这样也是没谁了。拿到背部的阿合江举着重拳就往对手的脑袋上猛砸，一旁看不下去的裁判连忙上前将两份分开，不然按照阿合江这架势，那乔瓦尼今天是别想活着走下擂台了。乔瓦尼再怎么说也是美国洲际的摔跤冠军，此时比赛才刚刚开始，他就已经被打得暴露出了孙子原形。那接下来他还能靠什么与中国小将抗衡吗？反观阿合江，不愧是中国嘴炮，从登上擂台之后，嘴里的魔法攻击就一刻都没停下来过，有所畏惧。阿合江不停的上步，用假动作去迷惑对手。对，这边我觉得阿合江再来转身后摆腿假动作，挑衅对手。踹膝盖，漂亮。言语攻击，不能说话，而且不能咒骂对手啊。对。看乔瓦尼这气呼呼的样子，也是一样的委屈。一大把年纪了，想要来华挣点出场费，结果被当成驴骑就算了，还被问候了祖宗18代。被裁判提醒后，阿合江也是放弃了言语攻击，不过脚下的步伐和虚晃的拳头却非常具有侵略性。可能美国狂人稍微一个疏忽，就会瞬间挨到数十记重拳。赛前发布会上，乔瓦尼表现得那么嚣张狂妄，结果现在比赛才刚刚开始2分钟，他就已经彻底老实了。然而，即使被欺负成这样，他还能咬牙坚持，那也是够顽强的。运动精神啊！对，比赛还是要看你们精彩的对决啊！对，再来转身腿，卡波拉踢漂亮。对，这样的话对手就比较能够料到。背腿出来，我们看阿合江应该再多一些这个假动作和拳法的试探。现在对手都防着他这个腿呢。孙悟空是把大部分的大部分的精力啊放在怎样去拉开与对手的距离上面，没有太多的攻击动作。裁判警告两个人太消极了，后手前板。从比赛开始到现在，乔瓦尼不是在挨揍，就是在挨揍的路上。终于阿合江一个失误，让他成功找到了施展下潜抱摔的机会。擅长站立的新疆小伙在地面表现得非常被动。反观作为摔跤大师的乔瓦尼，则3下5除2就将小伙按在身下。奈何就算他拿到了优势位，也没有一丝施展动作的空间。但就算这样拖延时间，那也好过在站立上被羞辱和暴揍。不过阿合江还是要尽快寻找挣脱束缚的机会，这毕竟是对手擅长的环节。只有将节奏和优势牢牢掌握在手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没有尝试去拿上位啊！裁判警告，手指头不能插对方消化道末端。因为
对方的身体所有孔洞啊，比如说面部的七窍、双耳、双眼、双鼻孔、单口是不能插的，还消耗到末端，还有对方身上伤口也是不能插的。对，这边乔瓦尼抓着一个木村的把位，想要尝试着往十字固或者这个反向逆向的三角去拉，是他一直在尝试这样的降服。对，降服。心思歹毒的美国狂人居然用这种方式来报复阿合江，堂堂一个新疆小伙，岂能忍受老外用臀部加脑袋的方式羞辱？此时，阿合江的内心有10000种暴揍老外的想法。只要让他回到战力，那乔瓦尼绝对会吃不了兜着走。第1回合的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乔瓦尼虽然在后半段的时间里压制了中国小伙，但他却完全打不出任何主动进攻和防守反击，施展的招式也是伤害性不大，却侮辱性极强。难道非要逼得阿合江情绪失控才肯甘心吗？怎么了？时间到了，裁判警告分开。好了，开打。这比赛也给这个赵志阳老师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啊！看出来直裁还是相当稳健的，相当稳健的，并没有因为阿合江是主场作战的选手，并没有因为他在上位有优势而去忽视掉对方的一些小细节啊，比如说你控制的时候手不能插到对方自然孔洞里面，这个他还是执法非常的严格。是。有一说一啊，确实很公正严格啊。拿到了大比分优势的阿合江此时表现得非常冷静，只要他能将战场控制到战力，那基本上就已经胜券在握了。反观一直唯唯诺诺游走在擂台边缘的乔瓦尼，根本就不敢施展任何动作，虽然还能坚持继续比赛，但却早就已经被打怕了。对他来说，想要赢下胜利，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在地面通过锁技来完成降服。奈何吃过了1次亏的阿合江，岂能再吃第2次亏？只要将2人控制到中远距离，那乔瓦尼就只能在边缘进行苟活。哇！再来一个腾空的飞踢，漂亮！哎，乔瓦尼有一些晃啊，哎，恢复了。对，关键这个阿合江也不追击啊。阿合江感觉他是在猫玩老鼠吗？对，我感觉阿合江今天非常执着于想用腿把干掉对手啊。阿合江有功夫捋一捋头发。还剩2分钟多一点，再来，打低头挡住。在第2回合，虽然阿合江出拳出腿的频繁并不高，但他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却是非常的强烈。只要时机成熟，那绝对会用精准有力的单击动作招呼对手。如果不是因为乔瓦尼这家伙的地面缠斗技术太强悍了，那说不定阿合江早就已经不顾一切的大打出手了。赛前表现的那么嚣张，结果登上擂台却胆小成了孙子。而猛打猛冲的阿合江也改变了自己的打法战术。谁知道这老外是真怕还是在装怕？万一再次被带入到地面，那就危险了。真的进攻，我们看，好了，现在挡住锤击被蹬开了，要过腿部防守，漂亮啊，拿后背做降服，看能不能骑上去。哦，这边裸脚的把位出来了，哎呀，好出来，躲开，再摔，漂亮。哎，这边，哎，阿合江也成功的利用龙网啊来避免对手的这个进攻。对，我手没有拉围绳，我只是手肘。是。最终阿合江成功以大比分优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中国选手阿合江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